国际珠宝大盗竟然是自己的奶奶，为了哄孙子开心，带他去偷女王的皇冠。今天说一部荒诞喜剧，了不起的大盗奶奶。爹妈酷爱交际舞，跳了能有大半辈子了，一到周末就给孩子送去奶奶家，然后两口子跳舞去了。那该说不说，跳了半辈子舞，确实跳的不咋地呀。而小胖特别不喜欢去奶奶家，奶奶这人特别无聊，规矩还多，最关键的，我做饭不好吃，看着就没食欲呀。趁奶奶转头，小胖就给倒了，大不了就饿一宿呗。结果奶奶一看，哎呀，妈这么爱吃啊，来再整一碗。那更可怕的是，不到7点就得上床睡觉，年纪轻轻的哪能睡得着啊？那于是小胖就给他妈打电话了，那不行啊，那赶紧给我接回去吧。但人家两口子正在情绪上呢，说孩子呀，那不行你忍忍吧。那可算到了第二天，爹妈跳完通宵舞来接他了。注意看奶奶的表情啊，先是不舍，然后又狡猾的一笑。先说小胖这孩子，那从小就有个伟大的梦想，就想成为一个管道工，就喜欢捅咕下水道，经常去商店买水管，老板和他非常的熟。小胖就抱怨说奶奶非常无聊，但老板不这么认为，说你家那个小老太太唠嗑可硬了，我估计她是个贼有故事的女人。小胖是压根就不信，回家就开始捅咕下水道了。母亲一看他就上火，那这么大的孩子做这种事正常吗？你说咱俩一身的舞蹈细胞，他咋就一点没继承呢？那转眼又到周末了，小胖再次来到了奶奶家，因为不想喝那个绿了吧唧的汤了，小胖就问奶奶有没有小饼干啊？奶奶说厨房可能还有点，你自己去找吧。结果小胖发现了个大秘密，一个饼干盒里装着各种珠宝，满满一大盒子。小胖突然想起商店老板的话奶奶肯定是个贼有故事的女人。晚上小胖发现奶奶竟然出门了，他就一路跟踪，结果发现奶奶竟然在盗窃，而且装备非常的专业，都是那种多功能的。小胖及时制止了奶奶，奶奶吓一跳，让他赶紧回家，他会解释一切。那简单的说，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国际大盗，有个绰号叫黑猫，那一生从未失手过。那至于刚才纯粹是因为手痒了。小胖听到后相当的兴奋，奶奶竟然这么酷，他彻底爱上了奶奶家，没事就往这跑，就爱听奶奶年轻时候的故事。但这天意外出现了，他们的谈话被偷听了，是隔壁的侦探迷福尔摩斯小胡子，他怀疑奶奶藏有大量珠宝，经过自己对自己的授权，他要进屋进行搜查。好在小胖机智啊，说奶奶正在练裸体瑜伽，那我更得去看看了。那这次算是把小胡子糊弄过去了。从这以后，小胖迷上了珠宝，那尤其是女王的珠宝，他就提议让奶奶去偷出来。奶奶说不行啊，自己岁数大了。但小胖满眼期待传奇黑猫没有不行。那之后小胖就开始忙了，先做了一个皇宫模型，又在网上查了资料，用秒表计算守卫的换岗时间，接着不断完善皇宫的地图，用自己下水道的知识准确定位了皇宫下水道的出口。结果计划完美了，奶奶出现了意外，摔了一跤住院了。奶奶以为计划要搁浅了，但孙子满眼期待，那这将是传奇黑猫的最后一票。奶奶只能答应了。那终于奶奶休养好了，计划定在晚上进行，但万万没想到计划被偷听了。福尔摩斯小胡子也是下血本，竟然买了个窃听器。但小胖他们不知道啊，晚上就换上了夜行衣，开着老年代步车就上路了。但刚走没多远就被警察拦住了，他们接到了举报，有人在机动车道非法驾驶，时速7迈。那这么晚了，你们要去哪儿呢？还好奶奶反应快，说要去伦敦塔参加老年代步车环湖狂野锦标赛，自己的车能跑10迈，夺冠大热门。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哈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送你们去吧。就这样，警察把他们送到了作案地点，俩人顺着下水道成功进入了皇宫内部。小胖的准备没摆拙，精准计算了守卫的换岗时间，又准备了手钻，打开了珠宝室。小胖用化学课的知识，正准备给玻璃来个定向爆破，结果被女王给发现了。奶奶请女王放过孙子，一切都是他的错，因为孙子嫌自己无聊，他就骗孙子自己是个珠宝大盗。女王觉得特别感动，那毕竟她也是个奶奶，俩人被赦免无罪了。小胖和奶奶终于回到了家，结果又被警察包围了。那原来福尔摩斯小胡子报警了，说他们要去偷女王的珠宝。那警官上来就问，你们刚才干什么去了？奶奶说，我们去参加老年代步车环湖狂野锦标赛呀。哎呦，你这话要是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送他们去的吗？10迈大热门。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。奶奶其实在医院的时候就得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
但他还是想和孙子一起完成传奇的最后一票。那电影的最后，爸爸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陪伴了奶奶最后一程。小胖理解了奶奶善意的谎言，但奶奶去世后，爸爸把遗物捐给了慈善机构。一则新闻轰动全国，有人捐下了一铁盒的名贵珠宝，价值上千万英镑。那么奶奶的黑猫传说到底是真还是假呢？那么这期就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期见，么么哒。